我是慧妮。这支影片会介绍我苏州5天4夜的自由行行程，想去苏州看看的朋友，欢迎参考哦。今天要从松山飞虹桥边出门的时候，其实早上天气有点阴，飘小雨，然后期待这次去苏州也可以看到很美丽的园林的景色。我到虹桥了，然后现在在行李当中。我今天搭的是长荣航空的 BR772，然后在下午差不多4点半的时候通关完成，然后到行李区拿行李。从高铁苏州北站，然后沿着这边的路这样一直走过来之后，然后这次住的是我们高铁站附近的雅朵酒店。雅朵是知名连锁酒店，我住高铁站旁这间，搭高铁跟地铁都步行5分钟就到车站，不会听到行驶的声音。对声音敏感的朋友也不用担心，若房间面对车站，入住时会拿到一副耳塞，不过应该用不到。3楼有餐厅、健身房、洗衣机，早餐选择很多，炒青菜、凉菜、炸物、包子应有尽有。最惊艳的是豆浆台，料超丰富。另外，餐厅晚上9点还提供粥和小菜，比较晚 check in 的话，还可以吃点东西。从我们住的雅朵酒店走到对面这里来，沿着这条路一直走，我们要去一个广场觅食。晚上到附近的广场来逛逛，大概距离我们的饭店1.3公里。然后这个广场的5楼蛮多好吃的东西，所以如果大家不想要吃一般的自家常菜，不想要只点外卖的话，就可以走1.3公里来到这边觅食，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有哪些好吃的呢？这里吃的、用的、玩的都有。我们晚餐选择吃捞王，空间非常宽敞，一入座，服务生就送上餐具、菜单跟水果。自助吧免费供应汤底、柠檬水、多种调料、凉菜。今天晚上来吃捞王，看跟台湾有什么不一样。我今天点的是胡椒猪肚鸡跟麻辣锅的鸳鸯锅，然后刚刚是捞出了豆腐。然后老实说，我觉得吃起来并没有很辣，所以我自己又再去加了一些调料，然后让它变辣一点。我好喜欢火锅，是因为就是调料非常的丰富，然后可以制造出很多不同的味道。因为我觉得它的麻辣锅其实没有那么辣，但是胡椒猪肚鸡的味道非常的够。那它这边有走地鸡跟鸡腿肉，就是去骨的肥水。我觉得就是选这种带骨的，因为一方面是很确定它很新鲜，它是整只鸡来剁的，所以你就不会担心它品质的问题。好白菜，很适合下顿火锅。它吸了那个猪肚的汤汁之后，那个香香辣辣的味道在它的里面，然后你咬下去就会爆汁，很好吃。今天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出去走走的日子啦。大家好，现在去搭地铁，先去办我的电话卡，然后会先经过人潮汹涌的高铁站入口。这里大家就别搞混了，这个进站口是高铁站，然后我们要从这旁边的这一条路要继续直走。因为是平日，看着大家上班，自己可以出去走走的感觉太美好了。看到指示后往右前方走，快到电子告示牌时左转，就是地铁的入口啦。我成功一路从苏州的高铁站搭到虹桥啦。
我听到这附近办一张澎湖的电话网卡，为的是要在台湾的时候可以收到简讯。但我觉得都要做一些网站设定啊，或者是订阅什么等等的东西，每次都要我输入那个手机号，然后台湾的手机号都不能用，真的很麻烦。我早上先搭地铁去办大陆手机号码，出发前已经查过许多资料，所以大概20分钟内就办好了。想了解怎么办大陆电话卡的朋友，可以参考右上方这支影片。电话卡办好之后，一查地图，发现另一个著名景点就在附近，所以我就到关前街去散步。我刚刚为了办电话网卡，误打误撞到了关前街。这一条街其实是苏州人从小到大的记忆。然后为什么它叫关前街呢？我大概查了一下，帮大家科普一下。因为它的那个街尾有一条叫玄妙关，就是一个从清代到现在1000年的道教的寺庙，所以它才叫关前街，就是这个玄妙关前面的这条街。然后这一条街主要比较有名是有很多的精致店，然后还有很多有名的小吃，然后不管是糖啊，然后苏州的特色的面条啊等等的，都可以来这边体验。因为前2天晚睡，刚好看到知名的瑞幸咖啡，就决定买一杯试试。结果结账时发生了一些问题，最后我只能付现。我的第一杯瑞幸咖啡 get， 我这次买丝绒的，20块人民币。肚子饱足之后，跑去新华书局逛逛。原本想买一本张嘉佳的书，结果没有找到，因为预约11点参观苏州博物馆，我不能为了美食停留。刚从后面关前街那边出来，然后现在从平市街一路要前往苏州博物馆的路上。我刚刚点了这杯丝绒拿铁，然后看它上面的建议就是微糖，然后我就点了一杯热的微糖，但我发现微糖其实也蛮甜的，所以如果我没有很喜欢太甜的咖啡的朋友，可以直接点无糖的。现在要从皮市街，然后转前庙巷，一路走到苏州博物馆。我觉得很喜欢这种漫步在街道的感觉，因为我觉得一路这样走过来很惬意，然后看看旁边的店家，然后看看大家在做些什么，有一种融入生活的感觉。如果大家那个预约时间还没到，因为刚刚我去看排队超长，你可以先到这里有个公共卫生间，先来上厕所再去排队。然后我觉得整体还蛮卫生干净的，能在这上个厕所再去逛。现在可以按照自己的路线选择方便的交通方式。地铁6号线出来之后，正对着就是我们的苏州博物馆了。苏州博物馆的话，从旁边这里，然后如果你走外面那一条的话，是要去拙政园的。然后我预约了11点到12点。所以让我们进去吧。刚说台胞的话要刷第3个入口，这里有苏州园林优雅气质又充满现代建筑灵感的苏州博物馆是我的必访清单之一。由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像是屋顶的几何线条灵感来自苏州古典建筑的马头墙，而庭院和水景则传承了苏州园林的精髓。特别是内部的采光设计，柔和的自然光穿过窗格洒在展品上，让人感到非常舒服。馆藏文物也很丰富，瓷器、玉器、古玩、刺绣样样都有。从苏州博物馆可以看到苏州1000年历史、手工艺和水乡生活的缩影。逛完伴手礼区，我沿着路线前往太平天国中王府，从气派的主厅变成列馆的厢房，庄严的礼拜堂，充满韵味的戏台，苏州经典园林设施，慢慢逛完一圈，大约2到30分钟。刚逛完苏州博物馆，然后一路到旁边的中王府，现在沿着前面的园林路，然后要去我们的拙政园。一路上都可以看穿着以前服装的小姐姐们在拍照。
大家，我刚刚成功买到票了，然后我发现可以用微信的扫码支付，我可以成功付款。但是如果是要用微信转账给对方，像稍早买那个瑞幸咖啡的话就不行。所以跟大家说，如果你微信在台湾已经先绑好，然后确定支付方式的话，在这边如果是扫码付款是 OK 的哦。在外面买门票后，我沿着通道进入拥有500多年历史、被誉为江南园林之母的拙政园。不仅是中国4大名园之一，也承载着许多故事。拙政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当时的主人是王献臣，一位仕途失意的官员。他回到家乡苏州后，决定建造一座园林，寄情山水，以消除内心的不快。拙政2字取自近代诗人潘岳的诗，寓意是过一种简朴的田园生活。这座园林不仅是王献臣的避世之地，也成为许多文人墨客流连忘返的地方。在拙政园里面，我自己的经验是不容易找到工作人员，路线指标对第一次来的游客来说不多，所以如果想要掌握自己所在位置跟想要去的地方到底去了没，建议开高德地图，非常方便。现在要去金鸡湖附近了，然后刚逛出来，现在人潮正多。拙政园真的像网络上大家说的一样，它就是一个园子，然后超多的景。路线安排呢，也是可以让你透过不同的景，然后去经历这4季不同的画面。然后我觉得你走每一步都是不同的风景，非常推荐。终于知道为什么大家会说来苏州必来拙政园了。因为下午2点预约办户头，我大概逛了1个小时就出园了。在台湾已经预先填好资料，所以下午办户头的流程非常迅速，大概20分钟就搞定了。办户头的过程有剪成另外一支影片，有需求的朋友可以点右上方参考哦。接下来我前往东方之门，听网络上说东方之门楼上是一个很好的打卡点，网红打卡点，所以现在我要去看看那边的风景是不是像大家说的一样很漂亮，然后拍起来特别美。结果我一刚开始找错地方，跑上跑下好几次，爬了网络影片说上东方之门高楼层餐厅可以拍到美美的景色，但没有人分享过完整路线。我整个探险了快半小时，最后发现要从劳斯莱斯旁边这扇门进去，过闸门之后搭电梯就可以到了。很开心，探险过程中遇到可爱的一家人，也在找上东方之门的方法。我们就一起到53楼的氮气球咖啡厅吃点心、喝下午茶。进来之后有一个可以打卡的地方，这边低消要480才能坐，然后里面有更多的位置。后进门的右手边也是一个景区，可以观看的，动得非常的美。认识了可爱的弟弟，跟着他们一起上楼。这边要消费才能看到美丽的景色。阿姨要吃薯条吗？最后拍了一张活在当下的照片，结束美好的午后。晚上我们搭计程车到繁花中心，在3楼的农乐园吃饭。一坐定，服务生就先送上7样小菜。这间店的特色是只要点肉，其他小菜、南瓜粥都免费供应，一人再送1碗面。海鲜温面跟荞麦冷面2选1，我们一人点1份肉。原本还想再加点，但副餐吃超饱，就没有再点了。先来吃吃它这个超有名的南瓜粥，它炖得很绵密，很像南瓜跟奶油一起下去炖的那种口感，完全不需要咬，就是一口很丝滑的就从你的喉咙里面滑下去。你看，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包这个雪花牛的腌制酱汁偏甜，因为它吃起来就是甜甜，然后带点你家的酱菜的微辣的感觉，蛮好吃的，我觉得我蛮喜欢。现在来吃这个沾的奶酱的牛肉，横膈膜肉，这边是很有名的。
薄膜肉比较有韧性，然后一整片的感觉，还有那种整片肉会有点韧性嚼劲的那种感觉，就是会那种越嚼越香的肉。饭后到附近散散步，让美好的烤肉消化完毕。现在10点左右，然后我们到同里古镇了。哇，今天气温只有1度，所以真的是很明显的冷，看我包成像一颗球一样。然后古镇的早晨没有什么人，所以我们现在逛得非常的惬意。觉得这个是你不在旺季的时候来的其中一个好处，你可以自己悠闲自在的走走。同里古镇是江南水乡古镇代表之一，有1000年历史。一进入园区就能看到古色古香的建筑，从小巷到楼房都让人有种穿越时空的感觉。时间有限的我们决定按照路线绕古镇一圈。第一站来到退思园，它建于清朝光绪年间，是当时一位仕途私欲的官员任兰生修建的。他希望透过园林寄托退而思过、思而后进的心境，因此得名退思园。退思园是江南园林的经典代表，占地不大，但设计精巧，集宅院、庭园、厅堂于一体。园内以池塘为中心，四周点缀着廊桥、假山和花木。我最喜欢它的体验式厢房，有弹琴、茶几、书法区可以体验拍照。刚好我写书法的时候，有猫咪过来评鉴，可能看了之后觉得我需要多练练，又转头喝水去了。第二站到嘉应堂。庭园设计很典雅，跟退思园一样靠水而建。庭院里的假山、池塘、水榭，全都有一种缩小版江南园林的精巧感，整体小巧一些，适合放慢脚步欣赏。第3站到耕乐堂，据说之前是早年农家生活的展示空间，现在摆着许多造型木雕，前面是宅院，后面有庭院。我最喜欢它的庭院设计，让建筑巧妙地贴着水面延展，水边种着枫树，搭配假山、小桥、流水与苏式古宅，拍起来就像一幅画。第4站是太湖水利展示馆，是意外发现的宝藏地点，里面展出太湖流域的水利工程发展，有互动模型，还有小影片解说，没有什么游客，却很有内容感。最后一站到达珍珠塔景园，这里因一段传奇的爱情故事而闻名。相传明代有一位书生与富家千金陈翠娥相爱，因门第差异受阻，但翠娥为书生准备了嫁妆，也就是这一座珍珠塔，让两人的差异缩小，能顺利成婚。这个宅地超大，里面有丰富的嫁妆展示，像古代的刺绣嫁衣、珠宝箱、轿子等。印象最深刻的是园子大到我一度不确定哪里已经走过了，厨房、戏台、帘外水道、沿水而建的廊道，宽敞好逛，让我忍不住多拍了几段影片。绕了一早上，同里真的超大，里面的风景真的很美，然后有很多小景点可以去。那我们今天早上去了几个比较经典的古宅，然后去绕绕。最推的还是耕读园，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去下一个地方，要离开同里啦。走完古镇后，我的鼻水已经流到快变水龙头，决定投降。查了一下最近的百货，直接搭车冲去无印良品买发热裤，穿上之后有温暖一些，能够不流鼻水，继续接下来的行程。下午4点搭车去淮海街，这条街蛮有趣的，因为以前很多日本商人来苏州工作发展起来，现在有很多日式料理店。我订了4点半的味神乐，是一间吃到饱的日式料理餐厅，它装潢偏木质日式风，气氛很安静舒服。点餐用餐厅平板直接选，效率超高。我点了一堆炙烧寿司、甜虾刺身、盐烤猪肉、蒜香干贝等等，其中最喜欢的是这个，但虾子跟1-2种生鱼片吃起来有点粘稠感，感觉没有那么新鲜。但依照晚餐吃到饱1人258左右来说，整体是划算又饱足的一餐。早安，
因为明天就要回去了，所以我现在要先去苏州北高铁站先买明天要回去的票，避免明天要赶飞机。然后如果又刚好那个班次客满的话，像我第一天来的时候，前面3、4班都已经没有票了，然后变成我要坐第4个顺位的时间点的车，然后回去的话，如果赶飞机迟到就不好了，所以我要先去买票，真的在出发前往今天的目的地。从苏州北高铁站入口进入后，到面对大厅右前方的人工购票处买票，之后从人工售票处右边的出口出去，接着就出门前往七里山堂古街。来到这个被誉为就是历史第一古街的七里山堂，然后它大概全长大概7里，然后从唐代建立到现在已经有1200多年的历史了。今天要跟我家人一起在这里探索。七里山堂最初是为了方便香客前往寒山寺而修建的。唐代诗人白居易担任苏州刺史时，提议开挖河道，形成今天的山塘河与山塘街。街区以水路为主轴，两旁分布着白墙黛瓦的传统建筑，成为典型的江南水乡风貌。古街上商店林立，至今仍保留茶馆、戏台、江南织造厂等充满生活气息的老店。织造厂里面除了贩售商品外，也能现场看看织布过程跟苏绣技术的历史。另外，山塘街上白居易祠是这里的标志之一。为了纪念这位苏州水利与文化做出贡献的名人，白公祠里面放着白居易诗词时刻跟生平介绍，一边看以前国文课的内容，一边浮现脑海，有种复习的感觉。逛完之后，一路步行到昌门附近，被糖炒栗子的香味吸引的我们，也买了一包解馋，边吃边走到石路商圈。听说这里近年冷清许多，商家摊贩都变少了。接着搭车来到寒山寺，从小经典唐诗一定会背到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就是这里了。寒山寺的钟声声声慢，让人自动放慢脚步。去的时候刚好主塔整修中，没有办法上去，快速绕了新建的钟楼一圈，就漫步前往枫桥夜泊的主角枫桥啦。在最高点能看到吴门古韵的戏台现场演出，几分钟就有新的表演。看完表演，很推荐去旁边的步道走走，沿着河流而建，在树荫下漫步吹吹风也是一大享受。下午我们来到苏州诚品，文创商店、餐厅跟书籍礼品结合的特色跟台湾的诚品一样，但商品种类更丰富一些，有些结合了在地文化，很适合当伴手礼。整体装潢设计也很有特色，从大厅楼梯上还能看到美丽的湖景。傍晚沿着诚品旁步道一路走到1公里外的商场，晚餐选了熟悉的海底捞，点了菌菇跟酸辣鸳鸯锅，寒冷的天吃暖暖一锅刚刚好。今天第5天，也是最后一天在苏州了。然后早上我要先去邮局寄个信，然后去平江路走走。接下来就看状况，然后随时调整。最后一天的早上，原本雄心壮志想去苏州大学邮局寄明信片，遇到有点的是，刚刚已经快到苏州大学里面的邮局了，然后门口站着个警卫，跟我说不行进去寄信。然后我现在只好再去附近的邮局。我刚刚查了一下，最近的邮局还要再走快半小时。前往邮局的路程有点远，我决定先到平江路走走。一路从苏州大学沿着水道漫步，阳光洒下来，穿过树叶的缝隙，照在石板路上，氛围刚刚好。走到平江路后，看到糖粥店，怎么能不吃一碗呢？结果我在布置简约可爱的店里认识了一位同样在旅行的年轻妈妈，我们一起分食糖粥，她点赤豆糊圆子，我点桂花糖粥。好软糯。所以你这边也宁静，安静。
豆干很细腻，很绵密。对，早上来一碗，心情大好。据说以前生病吃糖粥就会好了，可能是心情已经好大半了吧。吃完糖粥，沿着平江路一路漫步，欣赏路边的风景。走到有名的店哑巴生煎，上午11点人已经快客满。参考今日菜单，在柜台快速点餐后，根据取餐单到窗口领取食物。我到2楼吃饭。大家，我到哑巴生煎了，我点了4颗，然后它一份原本是8颗，你可以4颗点，就是半价10块人民币。然后我在旁边装了一点它的醋，我们来吃吃看。它会爆汁，它为了皮是软的，它下面汁的脆脆的，里面的汁已经要流出来了，给大家看看。吃完饭之后，马上冲到邮局寄信，这次终于寄成功了。走海路大约3周到1个月左右可以收到。中午收尾，来到苏州朋友推荐的石泉街走走，从地铁灵顿路站出来，沿着布满银杏的街道一直走。这个时节，苏州好多地方都在修路清扫，一路上闪闪躲躲。我现在快到石泉街啦。路上的店家都很有特色，最后一餐选了苏式汤面，不确定这碗番茄汤底米线是否道地，吃得饱，但料比较少，有一种简单家常味，但缺少惊喜的感觉。过半小时就不在这儿了，苏州，我们下次见。吃饱后回饭店快速整理行李，带着满满回忆搭高铁回上海。沿途看着夕阳映照在湖面的景色，真的觉得超级充电。先生们，列车即将到达上海虹桥站。苏州的每一段路都有它自己的节奏。这趟旅程对我来说，不只是观光，而是学着重新好好生活。不知道你有没有哪个片段特别有共鸣呢？欢迎在留言区跟我分享。我们下支影片见。